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以往的京都旅行都是从地图开始，一个一个景点慢慢拼凑出一天的轮廓。那这一次，我想试试完全相反的方式，不是先决定要去哪里，而是先决定中午要吃什么。今天的目的地是位在京都北郊阴风的母洛伊，一间外观低调，但主厨资历非常厉害的餐厅。于是，我让这顿午餐变成一日行程的核心。早上，在它附近找2间安静的寺院慢慢走。中午，坐下来好好享用一顿美食。下午再散步到近郊更深处，没有热门景点，也没有必去清单，只是因为一顿饭刚好串起了一整天。如果你也有过那种为了一个理由愿意走远一点的时候，那这条路线也许也会符合您的胃口。从京都市区坐6号巴士，大约30分钟就会到北郊的阴风。一下公车就会到以迷之窗和雾之窗闻名的圆光庵。还没进去寺院的范围，就会先被门口的红叶迷惑了方向。山门的2楼有2扇圆窗，在京都其他寺院几乎没看过这样的山门设计。圆光庵是曹洞宗寺院，建于1346年。这里没有一般寺院的严肃感，门口的檀香反而让人非常的放松。进来后，我先不急着走去2扇窗子的正殿，而是先坐在原侧，让心情平静一下。借景北山的枯山水庭园近在眼前，落叶的萧瑟和青苔的沉静，像是叫我要放下杂念的声音。进入正殿，这里有个骇人的故事。西元1600年，福建桃山城发生战争，前人切腹在地板留下血迹，这些地板变成现在的天花板，又叫做桃山血天井。为什么要用血印地板做成天花板呢？据说这样能超度逝者的亡灵。现在看上去其实不会觉得恐怖，而是感受到历史脚步的真实存在。面向庭园，就是这里最有名的2扇窗子。方形的迷之窗透过被限制的视野，象征人生中生老病死的苦难生涯。圆形的雾之窗则是表现残余宇宙圆融的心境。隔窗眺望庭园，给人一种幻觉般的印象。稍稍移动视角，红叶与绿植交互变换，却刺激内心不停反问人生的意义。参观的流程应该是先在方窗前扪心自问，再到圆窗前打坐，先反省人生，再抛弃杂念，才能顿悟人生的真理。2扇窗户让人意识到生活中的变化，
进而采取行动，从中找到快乐。从潮动中的角度来解读，跳脱现状，随遇而安，这就是最向往的生活方式。光线慢慢移动，时间在这里好像并不急着走。停下来之后，好像更容易理解这两扇窗带给我的禅意启发。步行不到3分钟，就会到光岳寺。光岳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期，由日本工艺家本阿明光岳创建。本阿弥光岳在书法和陶艺有卓越的表现，同时也热爱茶道和园艺，所以境内还看得到几间精致的茶屋。光岳寺和刚刚去过的圆光庵，还有下午要去的长照寺合称为阴峰三山。不过，这3间寺院只有光岳寺才看得到开阔的山景。坐在满是艺术氛围的茶室外，我突然像是艺术家一样，开始思考我在 YouTube 的影片创作概念。其实我在参观京都每一间寺院的时候，都会想我要用哪些切入的角度分享我眼前看到的风景。一间寺院同时可以有很多切入角度，视角越丰富的寺院我越喜欢去，因为可以说出很多故事。但是眼前的光岳寺，我除了从高处欣赏市景的角度以及红叶季的小众路线分享过，好像就没有太多切入的视角了。但是这里却是我在京都很喜欢的寺院之一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喜欢一间寺院就像恋爱一样，不一定需要有明确的理由。也许就是这股低调的宁静，或是带点抽离世俗的距离感，甚至是我很难形容的寂寥感受，就是我很想一直坐在这里的理由吧。思考寺院的切入视角，是我在旅行时觉得非常有趣的过程，好像会框定参观时的感受，让大脑跟上视觉的美感刺激。影片创作的时候，形容眼前的风景并不难，难的是留下当时的想法，好像只是抓住了脑海中的一瞬间，却和身处的景点一起走向时间的永恒。如果一趟旅行只能有一个理由，那今天的理由就是这一顿午餐。姆洛伊改装一栋140年历史的老宅，充满古代京都风情，却又十分低调。拉开拉门，仿佛乘坐时光机回到从前，在美好时代的古民宅中用餐。只有吧台少数几个座位，主厨在专注料理的同时，也能和食客充分的互动。座椅下有个热水袋，从细节就能看出这里的贴心服务。一坐下来，主厨对我说：“今天只有我一位顾客，他们会尽全力满足我的胃口。”
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，竟然有一位来头不小的主厨，全程只为我一个人料理，硬生生把这顿怀石料理变成一段私厨的体验。前菜是刚解禁的蟹肉，加上酸口提味，简单却快速打开胃口。主厨在京都吉兆修业过，后来在匈牙利的日本料理店担任料理长，在旅居英国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德国期间担任外交公馆的主厨，所以英文非常好。深秋的时令蔬菜加上河鲜，各自细腻却又完美搭配。母洛伊对食材非常讲究，特别是蔬菜的处理与搭配，不仅直接向在地农家采购新鲜食材，更严选来自大原3000院地区孕育的高品质大原蔬菜，保持弹性的鱼肉，以京都传统料理的方式提味，每一口都是讲究的滋味，呈现细腻而内敛的风味。生鱼片搭配腌菜和淡淡的酱油，微微的咸味刺激出鱼肉的鲜甜，慢慢展开另一种层次。主厨希望透过大量使用京都大地孕育的京野菜，来表现和的精髓，带来愉悦的用餐体验。最后是分量超满足的茶泡饭，海苔的咸鲜融合了芝麻的香气，加上现烤的鱼肉，像是整顿午餐的味觉总和，呼应融合的料理理念。甜点是柿子和无花果，在刚刚好的平衡中结束这一餐，打破过往对日本料理的既有概念，融合了主厨在世界各地磨练的技术，还有丰富的饮食文化知识，呈现出只有在母洛伊才能品尝到的独特日本料理。说一个题外话，虽然我有取得拍摄同意，但我实在不好意思一直对着主厨拍摄，但主厨非常帅气，加上料理时专注的表情，用餐的过程真的很像上演一场偶像剧。这家餐厅采完全预约制，预约方式请看资讯栏连结。结束的时候，主厨说他有可能会搬家，下次来的时候先和他在 IG 上确认一下。这里也留下餐厅的 IG， 有机会的话也邀请大家来母洛伊品尝一顿难忘的京料理哦。长照寺门口本来有一段非常缤纷的秋叶餐道，但今年已经错过了。朱漆斑驳的大门看似不起眼，其实这道是花魁吉野太夫奉纳的吉野门。吉野太夫是江户初期地位最高的名妓，也就是俗称的花魁。婚后的吉野太夫依钵于长照寺，也因此让长照寺声名大噪。红颜薄命的吉野太夫死后就葬在这里，一旁还有个带有圆窗的茶席宜方庵。近距离观察古迹的细节，透过光影反射美景的吉野窗，这里能细细地感受前人的典雅品味。穿过庭园中央的竹门向下走，穿过树林夹道的小路会突然豁然开朗。这里有座白马观音像，传说是一位骑着白马的仙人出现在这里，
因为他的慈爱而受后人敬仰。长照寺是日莲宗寺院，在1626年由本阿弥光月和儿子共同创建，并邀请日前上人过来主持修行。高峰时期，这里有30多座建筑，不过后来随着制度而渐渐没落。曾经讲述的佛法，至今仍然是寺院最重要的精神基石。参拜过鬼子母尊像和长福大菩萨后，在这里慢慢走，慢慢拍照。初冬的午后，像是穿越100年的一段旅程。从长照寺坐一小段公车，再走20分钟，还要再爬一小段山路，才会到吉祥山正传护国禅寺。也因为不算方便的交通方式，这里一直维持人少清幽的环境。正传寺是南禅寺派临济宗寺院，最有名的是正殿前方的枯山水庭园，借景后方的比瑞山，在视线上做出精妙的计算。层次分明，却又聚焦于前方的庭园景色。753山的植栽配置，被称为幼师渡河之庭。庭园的大面白沙，一如今天的行程一样，好像没做什么事一样的空白，却又那么的丰富饱满。虽然经过长途跋涉才会到正传寺，但真正能参观的只有正殿和前方的庭园。1653年，南禅寺金地院的小方丈被迁移至此，用作正殿。同时，福建桃山城的遗构也运往这里，成为正殿建筑的一部分。抬头看看天花板，这里有和元光庵一样的血印。寺内还保有描绘杭州西湖的拉门绘，低调写意的风格一如正传寺的氛围。坐在原侧欣赏庭园和比瑞山，1个小时过去都没有其他人来过，绝对是在京都想要远离人群的好地方。正传寺的距离感，像是刻意与市区隔开的空间，看着山景，感受抽离的寂静，延续了一整天无所事事又层次丰富的余韵。今天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为了一顿饭，走了一段路。京都的深度，不光是时间累积的古迹空间和文化底蕴，还有从味觉引发的一段旅程。就算只是想好好吃饭这件小事，都能变成讲究又细腻的一段风景。你在京都也有过那种为了一个理由而愿意走远一点的时候吗？
如果你在京都，也喜欢从一件细微的小事衍生成一段只有自己才懂的乐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沉浸在古都的千年故事里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